大小姐命可真好，不过是个外室女，居然能嫁进陆家。可我听说姑爷本来是二小姐的未婚夫。嘘，你不要命了？我可以出去了。小督主到。阿兄，你来了。你传信本督何事？兰儿出嫁，自然想让阿兄送我出阁。宋家人死绝了。阿兄，这位宾客皆在。何时出阁？快了，阿兄先请里面坐。他是谁？府里的疯子罢了，惊扰了阿兄。既是疯子，就看管好了。大小姐本想让你活着，可谁让你去惊扰你不该惊扰的人？你死了，大小姐才会从此安稳。这里是雀山，我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回到了3年前？难道我重生了？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去看一下。救命啊！何人在此行刺？想要本宿命的人多了，这种做戏的手段嫩了些，杀了。是他！督主饶命！刚刚不是还说不认识我家督主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上一世我被丢在雀山，根本没遇到萧绝，可如今萧绝怎么会在这里？不行，我不能告诉他真相，更不能替宋书瑶。我真的不是刺客，我只是听人说督主喜静。哪来的谬言？本督向来不喜欢太安静，带下去。慢着！这玉你是从何得来？我自小就带着。自小？我小时候这玉就挂在我颈上，阿娘说让我贴身带着，还叮嘱我不能交给任何人。我没有骗你，我真的是宋氏嫡女，您相信我，我不是刺客。去找辆马车。喊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怎么脱衣服？本督又没脱你的。你不要脸！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礼义廉耻？本督是个太监，有什么理？你受伤了？怎么这么严重？我帮你。不怕本督了。本督南下查案，回京时遇刺，你又恰巧出现在谁山，言辞含糊，行迹诡微，本督才险些伤你。他是在跟我解释。手不想要了，伤口又裂开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不是有意的。你要是有意，早就没命了。本督又不吃人，你怕什么？我不怕萧督主，也多谢督主救我性命。只是我该回去了，督主可以放我离开吗？你想走？我一夜未归，府中会担忧的。本督打探过，你失踪一夜，没一个人找过你。寺中僧人还说，你那未婚夫还有你兄长只带着你数节离开。昨夜山中大雨，若不是本督凑巧路过，你早就死在了那荒林里。宋唐婉，你想回去，可松鲁两家没人在意你死活。宋唐婉，当初是你自己胡闹，才摔下雀山毁了脸。兰儿为此处处忍让，你居然还得寸进尺，竟让她跪着给你封药。这2年为了你，兰儿四处寻医求药，不惜取血为你调养身子，你简直就是狼心狗肺！我没让他跪着，是他害我。兰儿温柔善良，怎么可能会害你？而且我们亲眼看到你还想撒谎。唐婉，你以前最是懂事，怎么会变得这么歹毒？阿兄，我没有，你为什么不信我？凌云寺那天也是他摔了阿娘的长生灯，我才会推了他。够了！你还想冤枉兰儿？阿兄，不怪唐婉，都是我的错。唐婉，你别急，你的伤能好起来，我还可以取血。你疯了！这种人你何必为他取血？宋书瑶，你装什么？你根本就没取过血。陆思燕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妻，我们才是青梅竹马。你为着这个恶毒女人背信弃义，你们不得好死！闭嘴！这个蛇蝎毒妇，你当初就该死在山上。唐婉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宋唐婉，你想回去，可松鲁两家没人在意你死活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求你别说了。哭什么？谁欺负了你，吸回去就是。
眼泪是最没用的东西。你说的容易，可我什么都没有。明明是宋书瑶害我，是他摔了阿娘的长明灯，我才打了他。可他们却只骂我对长姐不敬，说我心思歹毒，就连祖母他们也护着那个女人。她是什么长姐？她不过就是个见不得人的外室女，是个身份不明的孽种。不许说脏话！别哭了，不过是个不值钱的男人，几个瞎了眼的亲戚。既然不喜欢，不要就是。他们如何欺你，就如何欺回去。你小时候可没怎么爱哭。阿修，小海棠给你摘的梨子。阿修，小海棠给你吹吹，不疼不疼，呼呼呼。阿修，你为什么要走啊？小海棠舍不得。你之前的那块玉是我母亲的一位姓薛的姐姐留下的遗物，那玉本有阴阳两段，她将其中一半给了我母亲，另外一半给了她至交好友，也就是你母亲。薛姨对我有再造之恩，说我们若是见了，你该唤我一声阿兄，所以你不必怕我，哪怕为着救人，本督也会护你周全。上一世我出事后，这玉就莫名失踪，再后来，人人都说萧绝认宋书瑶当了义妹。如果没有这玉，督主可会认人当妹妹？本督又不是闲得慌。怎么又哭了？不哭了，我替你宰了宋家的人。谁让你保？苍兰，督主，宋家人此时都在钱家参加婚宴呢，那还不快去！那不是宋家大郎吗？他身边那位女娘瞧着眼生，看二人亲近，难不成好事将近？可别晦气，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庶女。庶女，就是唐婉父亲养在外面的女人生的，不是她还能是谁？居然是她！之前陈王妃动怒，差点掀了宋家，原来就是因为她。拜见姨母。见过陈王妃。都起吧。陈王妃是唐婉的姨母，府中上下都这般称呼。舒瑶见过姨母，我姐姐只有一个女儿。姨母，舒瑶身世凄苦，好不容易才被寻回府中。她是二叔的血脉，也是唐婉的亲姐姐，还望您能宽容。你在说我刻薄？锦绣不敢，我只希望姨母能心疼舒瑶几分。她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心疼？你又算什么东西，竟跟本王妃讨要脸面？唐婉是唐婉，没什么姐姐妹妹，不是什么安家东西都能攀上我们荣家，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攀上陈王府。是我不配，我只是淑女，如何能与唐婉一样？你胡说什么？你是唐婉的姐姐，怎么跟她不一样？姨母，舒瑶也是国公府女苗，您怎能如此羞辱她？你带一个身份不明的庶女参加尚书府婚宴，你还知道什么叫羞辱？兰儿是宋家小姐，我知道我不如唐婉尊贵，可我也是宋家的女儿，你怎么能这么侮辱父亲？宋熙死了这么多年，他说是就是，谁知道他是谁留的孽种？王妃，萧督主到。我的天，钱尚书该不会做了什么？黑甲卫抄家来了吧？这萧绝是陛下最信任的宦官，又掌管黑甲卫，手段狠辣，杀人如麻。前不久他才抄了凤家，那凤家连只鸡都没留。今天过来，该不会真是要钱家命的吧？萧督主，您怎么突然来了？可是宫中有事？本督今日不办差，本督无意间在对山遇见一桩稀罕事，想着日行一善，才过来走这一遭。萧督主，您方才说日行一善。本督昨日上雀山办差，归来时在山中捡了个小姑娘。那小姑娘说是上山礼佛，却独自一人迷了方向。后来金马滚落山崖，侥幸被本督救下。本督难得积点德，就送佛送到西，将人带回了京里。雀山，那不可能，他怎么还活着？推进来吧。姨母，是唐婉吗？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变成这样？闹够了没有，宋唐婉？别等你那王妃姨母了，她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尸两命，死得凄惨。不可能，你骗我！我为什么骗你？你那姨母为了替你报仇，跟个疯子一样四处发疯。她断气的时候浑身是血，你说她疼不疼？哦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陈王娶新妻了，特别恩爱。宋唐婉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恶毒？兰儿已经处处服软，居然还想伤害她！来人，把她带到地窖。阿兄，唐婉身子还没好，地窖阴了。别替她求情，她这种人不配。姨母，姨母，太好了，姨母还没死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昨日你阿娘明诞，你不是去凌云寺去上香，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？是阿雄和陆慈燕把我扔在了山里。我
我没有。我去凌云寺祭拜阿娘，阿兄和陆慈言都去了，他们还带上了宋书瑶。我不想他惊扰阿娘，就一个人去上香。可宋书瑶却偷偷跟过去，打翻了阿娘的长明灯。我气急之下打了他一巴掌，阿兄逼我喊着说我错了，可是他们都不理我，我找粉红来理了，我好害怕。这宋景一疯了不成？那绝山是什么地方？除了凌云寺和前山几户人家，后面全是荒林。他居然将宋小娘子扔在山里。是啊，听说去年秋猎时，还有人在山里遇到了野狼和熊瞎子，他们就不怕一个小姑娘没人处事？他们分明是故意的，眼下才刚入唇，要真落夫子还是宋小娘子的未婚夫都没有很多。本都捡到宋小娘子时，她摔伤了腿，险些没命，嘴里哭喊着阿哥、陆哥哥什么。要不是本都凑巧路过，他这会儿怕是已经见了阎王。没想着居然堂堂国公府嫡女落到这般地步。我没有，怎么敢？你居然敢扔了唐婉！是唐婉故意为难兰儿，还口不择言，辱骂于他。今天才想让他收敛一些，免得坏了他自己清誉。我们只是让他回凌云寺自省，那地方就在凌云寺下不远，转个头就能回去。我没想到唐婉会出事。你没想到？我看你是狼心狗肺。唐婉是你的妹妹，是我姐姐唯一的血脉，你怎么敢这么对她？王妃，你别打阿兄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阿兄和陆哥没想丢了唐婉，是唐婉自己走失。陆哥哥，本王妃倒是不知道，什么时候一个未出嫁的女娘能随便张口就是哥哥？我不是你个混账东西！你明知道这庶女是宋熙在外的野种，你却还敢将人带去我姐姐面前，你存的什么心思？你在朝中当官，难道不懂什么叫嫡庶有别？真是又蠢又毒！姨母，这事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够周全才会让唐婉受伤，可是跟兰儿无关，是唐婉咄咄逼人。唐婉，是你有错在先，你知道兰儿没错的。宋大郎君，你叫我什么？宋大郎君。宋唐婉，我是你兄长。抱歉，要不起想要我命的兄长。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有什么话我们回去再说，别这么任性。任性？你要是没错，何必拿任性二字来堵我的嘴？还是你知道你理亏，这才仗着兄妹之情，拿你身份逼我退让？我没有。既然没有，你怕什么？你说我欺辱宋书瑶，敢问宋郎君，我做了什么让你觉得我欺负了他？他回宋家之后，吃好的、穿好的、住最好的院子，戴最好的首饰。我除了没让他叫我阿娘一声母亲，不允许他进我阿娘的院子，我还欺负他了什么？他说父亲当年负了他娘，我就处处忍他。我只是不愿意将阿娘留下的东西给他，在你们嘴里就成了跋扈恶毒，容不下他。唐婉，是我不该不小心碰了夫人的长明灯，可是阿兄不是你说的这样，他是疼你的。你要是不喜欢我，我以后逼着你就是。阿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踩着我们钱家的脸面了。宋家是什么意思？让个外使女上门道戏？好你们个宋国公府，如此欺我钱家！来人，把他们请出去！钱尚书，我们绝无此意。我和瑶儿是来道贺的。唐婉，你真要这么绝情？阿兄可是你哥哥，你怎能让他难堪？呸！我家唐婉才没这么狼心狗肺的哥哥，滚回宋家去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，还不把这晦气玩意儿扔出去！看什么？本都脸上有花儿，想做什么就做。本都之前跟你说的话都算数。若是受了委屈，成王府护不住你，就来找本都。宋唐婉，我说知道了。与谁知道了？阿兄，都听见了。宋家唐婉从今日起就是本都义妹，她若难过了，本都也不好让大家太开心。今日叨扰钱商利了，不敢。萧督主既然来了，不如留下喝杯喜酒。你既盛情，那本都就留下。行了，与你玩笑的，本都还有事要进宫面圣，诸位随意。唐婉，你和萧绝是怎么回事？薛姨祖上是京中最显赫的世家，后来被人陷害，落得谋逆之罪，囚足禁铸，别与任何人提起。我也不知道，他救我时我伤重昏迷，等醒来他就说了些奇奇怪怪的话，还说我像他什么故人。听说这萧绝又嫌苦楚，父兄歹毒，他年少时险被父兄害死，后来得势之后就屠了萧家满门。他屠了亲族？是啊，否则京中为何人人惧他？此人行事狠辣歹毒，身为太监却掌实权，那死在他手里的人不计其数。他兴许是看你可怜，想起当年自己处境，才破例帮你一把。兴许是吧，不管怎么说，他都救了你一命。等明日我就备上厚礼，好好谢谢他。大夫说了，你身上伤势不轻，要好好养着。姨父，你这次可吓着你姨母了，下次可不能再这么胡闹了。倒是我忘记你长大了，你这几日就留在王府养伤，宋家那边姨父替你做主。
他们若是没有说法，别想将小海棠接回去。谢谢姨父。我是你姨父，谢什么？好好养伤，我还有事先出去了，让你姨母陪你说说话。姨母，你与姨父感情真好。小孩子瞎说什么？你那王妃姨母一尸两命，被人生剖了肚子，称王娶新妻了，二人恩爱更甚你姨母在时。手不想要了？你怎么来了？难道本督不能来吗？当然不是啊。刚才在想什么啊？是宋家的事让你为难了？不是的，那就是成王府有人让你为难。明明重活一世，还被人看穿，好没用。我能看穿你心思，不是你笨，只是我这些年习惯了揣摩他人。你要是不喜欢，以后不猜了。我以前没养过妹妹，你若有不喜的，与我说，我来改。是不是谁拿着那玉佩，独顿都会对他这么好？不是，那龙纹铁是薛姨的遗物，她对我有恩，旁人带着此物，我只会照拂几分。小哥哥，别走，你带我一起走吧。本督对你好，是因为带着龙纹佩的人是你，而不是你是带着龙纹佩。骗子！督主，宋家大郎和陆三郎来了。唐婉不能留在陈王府，不然我们宋家的名声会扫地。他素来欺慕你，你对他说的话一不二，肯定能劝得动他。都是你们往日太惯着他，才叫他如此任性，欺辱兰儿。你是谁？怎么会在唐婉的院子里？宋郎君眼瞎了，今早才在钱家见过，夜里就不认识了？这里是成王府，不是萧诀的督主府。你这么晚不经人允许擅入唐婉住处是什么意思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这就是你们督主府上的教养吗？本督替你教训他们。不要，舍不得，还护着他们。我不傻，我想见见他们。随你。萧诀，你怎么敢进唐婉的闺房？唐婉你怎么样？是不是萧诀欺负了你？你别怕，阿兄保护你。宋郎君好像很希望我被人如何。唐婉，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是未出阁的女娘，萧诀深夜与你同处一室，我只是担心你。玉台公子声音小些，他名节或许会更清白。我与督主同处一室，门窗尽开，就算屋中只有我们二人，督主是我阿兄，谁敢说嘴什么？倒是宋大郎君，你既然知道夜色已深，还来打扰我清静，怎么不见你让宋书瑶和外男独处时，怕他失了名节？这不一样，此言不是外人。你说他不是外人，那是内人。难道宋书瑶是嫁进了陆家了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他跟兰儿清清白白，你别太过分。我过分？你们将我扔在雀山不过分，你对着我这张脸说说，我哭喊救命的时候你在干什么？宋郎君，你今夜又是来干什么？是想要看看我被你们害得有多惨？我只是担心你，想接你回去。回去干什么？让你骂我不懂事，还是听你说他宋书瑶有多惹人怜惜？唐婉，舒瑶是你的亲姐姐，今夜我本不想让她过来，毕竟聚山之事与她无关。可她知你受伤，懊恼愧疚，恨不能以身替你，你何必还要咄咄逼人？我逼他？难道不是你们逼我吗？宋景怡，从刚才进来到现在，你可有问过我一句伤势如何？可有半点关心我受惊害怕？你只知说我不懂事，骂我不容人。我不喜宋书瑶说我心胸狭窄，我不愿分他说我自私善妒。宋景怡，你公平吗？你替他簪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在山里大哭？你哄他开心的时候，想没想过被你扔下的我是死是活？凭什么来说我咄咄逼人？唐婉，你别打阿兄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该去凌云寺，不该跟你争执。你若是生气，想打想骂我都收着，你别与阿兄置气。舒瑶，你做什么？阿兄，是我的错，是我才让唐婉误会你。早知如此，我就不该来京城。你别胡说！只要你能消气，原谅阿兄和陆哥哥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你既然说只要唐婉原谅你，
你做什么都可以。那你就从这里出去，从成王府门前开始，一步一跪磕头，直到凌云寺，替宋二夫人重启长明灯。你这般善解人意、为兄分忧，想必不会拒绝。跪去凌云寺。怎么不愿？我看来你的心也不是那么诚。阿兄，陆哥哥，你未免欺人太甚！这么跪去凌云寺，你这是想要他的命！本都就是想要他的命。唐婉，你就这么看着他欺辱你兄姐？焦督主是我阿兄，阿兄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，你们也可以替他去跪。想来你们这么疼爱他，替他跪一跪也是愿意的吧？宋唐婉，我是你阿兄，我的阿兄不会想要害死我。宋唐婉，你疯了！你是不是摔坏了脑子？你是未来陆家的宗父，你居然认一个阉人当兄长！拔了他们的舌头！萧督主，别冲动，别冲动！几个孩子打闹玩笑，怎值得惊动萧督主的黑甲卫？陆郎君，还不跟萧督主道歉？刚才是我失言，萧督主见谅。失言无事，失命要紧。陆郎君，下次要是学不会怎么说话，这舌头就别要了。这里污糟，不好养伤，要不要跟本都走？我家唐宁让你们给气走了，你们都给我滚！宋唐宁怎么变了？往日他只要稍微刺激一句，他就能对我大发脾气，可如今他不仅不像疯子一样撒泼，还理智的可怕。你干什么？兰儿，我求唐婉，他刚才说了，只要我一步一跪磕头去凌云寺，他就原谅阿兄和陆哥哥。你做什么？磕伤了额头，你容貌不要了？要又如何？我还能怎么办？唐婉不肯回去，他还怨上了阿兄和陆哥哥。要是祖母知道，定会罚我的。唐婉有萧督主护着，他连阿兄和陆哥哥都不要了，是不是要我把这条命给他才行？我回去拿一条白绫自尽。别胡说，你就这么糟践自己？那我该怎么办？好了，别哭了，我会想办法的，你别怕。唐宁虽然跋扈，却也不会那么狠心，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让他回去。陆哥哥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深更半夜，王府门前一女二男搂搂抱抱，真不要脸。我今儿来是给你送药的，有祛疤奇效，千金难买。你在我们钱家受了委屈，不用跟我客气。谢谢钱小娘子。别瞎琢磨。钱小娘子只与我有过几面之缘，都知道我身上有伤要留疤。她作为我的兄长，宋景逸偏宠宋书瑶，不是你的错。陆慈爷，我可以不在意，可是宋景逸是我兄长，他虽然是大伯的儿子，却从小疼我。他明明说过只有我一个妹妹，可才短短半年，他就将兄妹情谊忘了个干净。到底是他心性凉薄，还是我真的就那么不好？男人的话你也信？你哭什么？我又没说什么。萧督主，你如果只是因为宋景逸的态度，那没必要难过。不是人人都有良心，雀山的事，他只是不肯认错罢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一旦认了，就要承认自己罔顾亲情。他又向来以君子自傲，一直都是京中世家子弟中的佼佼者，他不会让自己摊上失德之名的。所以错的就只能是你。但是宋唐婉，这与你无关。他就是个伪君子，不过是踩着你才能显露自己公正。他要是真不觉得自己有错，今夜就不会来了。钱小娘子说的对，世间伪君子无数，总得将错处放在旁人身上来摘清自己。别怕，阿兄在。你们几个再多取几床被褥，那宅子里什么都没有。昭娘，怎么可以让唐婉跟着萧爵那阉人走？有什么不可以？可唐婉还没出嫁，她一个闺阁女儿家住在外面惹人嫌花，住在这里，再让你放宋家人和陆家人进来辱骂唐婉。昭娘，行了，今天的事儿我不想再争论，但是你要记得，我绝不容许任何人欺负唐婉。那宋家他不想回就不回，萧爵虽然身体不全，却好过宋家那些没脑子的混账。你今夜自己休息吧，我去陪唐婉。冬梅，你身上伤重，得有人贴身照顾。这婢女之前因跟那外房女起了冲突，挨了几板子，瞧着是个忠心的，我就让人带过来。女子，我
我听他们说您金马落了牙，还说您险些回不来，您吓死奴婢了。您怎么伤成这个样子？您疼不疼？姨娘，你尝尝，这桂花糕可好吃了，奴婢撑得肚子都圆啦。奴婢攒了几两银子，等姨娘好些了，奴婢就偷偷救你出去。奴婢都找好路啦。姨娘，桂花糕。冬梅，女郎，你的手变成这样，以后还怎么写字？我没事，你别哭，就是瞧着狼狈些，过几日就好了。行了，外间天冷，先进去再说。见过女郎。阿兄不进去坐坐？不进了，夜深了。等趁王妃来了后，你先安置，明日我再过来。萧督主怎么这么奇怪？不进来坐坐？那是他知分寸。夜深了，他虽是太监，也需避嫌。唐婉，你认的这位义兄倒是不错。是啊，这宅子比国公府还大。唐婉，那陆家的婚事你怎么想的？姨母，我不想嫁了。不嫁就不嫁，咱们荣家女娘不受委屈。国公府我也不想回了。为什么？宋书瑶可能不是父亲的女儿。哎呦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宋书瑶不是你爹宋熙的女儿？我也是猜测。之前她回宋家时，是直接找的伯父去了大房。那日伯父伯母大吵了一架，连祖母也想撵走宋书瑶。可后来伯父就把人送到我面前，说是父亲在外的风流债。你怎么从未跟我说过？唐婉，舒瑶是你父亲的血脉，他母亲是你父亲年轻时养在外面的外室，你父亲爱着你母亲，才没将人接回府里。如今舒瑶母亲走了，他孤身一人，往后就留在府上吧。你父亲身亡数年，若叫人知道，会毁了他多年名声。我原以为他是父亲血脉，祖母又说他手里有父亲写给他生母的情信，我怕他在外招摇，就认了下来。你糊涂啊！他要真是你父亲的血脉，宋怀夫妇为什么因他争吵？还有你祖母的态度，宋书瑶真是二房血脉，他为何不肯留？我怀疑他是伯父的孩子。好啊，我就说你父母恩爱多年，你父亲当年更不曾瞧过别的女子一眼，怎会突然惹了风流债，却是给宋怀背黑锅？不行，这件事情我得查清楚。要是宋家敢骗我们，他们简直该死！姨母，你先别去，宋怀是朝廷大臣，若无实证，他不会肯承认的。到时候不止打草惊蛇，他恐怕会说我污蔑尊长。我让人去查。不要，姨母跟我亲近，宋家必会防备，不如让姨父去吧，他手中应有能人，也能避开宋家的人。好，我明日一早就让人给他传信。宋家要真敢这么无耻，我饶不了他们。我一定会保护好姨母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二小姐搬出去了。怎么没听说？她都好几日没回来了。外头好些人都说，之前二小姐去灵云寺上香的时候，大公子为了大小姐差点害死了二小姐。要不是萧督主凑巧路过救了她，二小姐怕就死了。真的假的？这还能假？陈王妃为了这事儿还当众打了大公子和大小姐，二小姐也跟着萧督主去了积云巷了。就连陆三郎君也被骂中山狼，说他看上了大小姐。你知不知道现在外头都怎么说我们宋家？你连他出身，想要抬举他，我不拦着你，可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别做得太过？我和舒瑶已经去趁王府跟他道歉，是他不肯罢休。您别生气，我待会儿再去一趟，跟唐婉解释清楚，劝他消息回来。你还想劝他回来？他被你冷了心肠，厌了宋家，所有人都会记得宋家是如何欺他，你这个长兄是如何狼心狗肺，弃他不顾。眼下不是教训他们的时候，该想办法让唐宁回来才是。这个时候想起来，之前我不让你留宋初瑶时，你做什么去了？舒瑶怎么了？母亲，宋小娘子，我奉我家郎君之命来给你送赔罪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我家女郎不稀罕。宋娘子，郎君对你的情谊更是日月可照，可外头那些人却碎嘴，说郎君背信弃义。流言蜚语不过是外人之言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只要他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就是蜚语滔天也不必放在心上。就是，这位小哥，你也回去劝劝，不过是被人骂几句狼心狗肺、薄情负恩的话，你家郎君掉不了一块肉。花宁，送客。
他今日如何？他，都主是说宋小娘子，今儿个陆家的人去找她了。回府。女郎，钱小娘子给咱们送了好多东西啊，还有王妃留了好多银子，光银票就18000两，还有这些珠宝和金银错子。姨母和钱姐姐是怕我受委屈。阿兄怎么过来了？刚办完宫里的事情，过来看看。这宅子如何？可还喜欢？喜欢的，这宅子处处精致，而且花雾说后院暖水泉边还栽着好些海棠，再过上1-2个月就能瞧见开花。阿兄不知道，我阿娘最喜欢海棠了，就连我的名字都是照着花儿取的。阿娘总喜欢叫我小海棠，还说小海棠将来要比花儿还好看。我知道的。对了，阿兄，这是买宅子的银子。晚些时候我叫人将房契送过来，往后这宅子就是你名下财产，谁都碰不得。谢谢阿兄。听说陆家的人来过了，你是如何想的？我只觉得他们把我当傻子。那条珊瑚手串是我半年前喜欢过的，可是阿兄你瞧，戴在他腕上了，他什么都懂。既然不行，你教过我行事最忌无策善直，他们绝不会解决宋家这边，才能一击毙命。阿兄，我做的对吗？你做得很好。真的？你想的是对的，直接跟陆家翻脸并不明智。我想麻烦阿兄一件事情。说，何事？我想查查宋书瑶的身世，我怀疑她是伯父的女儿，所以想请阿兄帮我查一查她的来历。为何不找称王府？姨母久居后台，查宋家得让称王露面，我不信他。那就信我。你是阿兄，不过是义兄妹而已。你怎么知道我待你是真？你与我相识不过2-3日，我跟薛姨那些过往也都只是我一面之词。不过短短相处，你怎么就知道我跟宋景宇他们不同？有龙文佩，龙文佩也能造假？你想必听闻过我与世家之间争锋，你身后有宋家、陆家，怎知不是为了取信于你，借你来谋算他？世上之人无所求者极少，轻易交付信任是会吃大亏。阿兄不会骗我。你怎知道？你救过我。兴许我早设好了局，只为借你对付宋陆两家。我若起意伤你，你岂不是危险？好了，宋家的事我会帮你查，别哭了。刚也是逗你的，还是单纯了些。你大胆去做吧，有谁敢朝你伸爪子，拔了就是了。听说早知上御史弹劾了宋大人，说他不修己身，不治家言。哼，何止？曹御史当朝骂小宋大人凉薄歹毒，还说当年要不是荣太傅力保，宋家爵位早就没了。宋家这般忘恩负义，难怪陛下都不待见。父亲，宫里到处都有人议论我们。住嘴！这都是谣言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快，先扶他们进去。今日早朝，我和景逸被御史台弹劾，陛下动了怒气，让我们在宫外罚站。不行，必须把唐婉带回来。我亲自去积云巷求他回来。女郎，不好了，宋家来人了。来的是谁？是宋老夫人。奴婢听说老夫人过来肯定是为了大公子他们，要不然您装病。没用的，她是我祖母。你先让他们去前厅，就说大夫帮我看病，我服料就过去。老夫人，这二小姐也太装了些，您亲自过来见她，她居然还让您在这里等着，她这是防着谁呢？这萧爵对唐婉这么好，接下来一定要靠唐婉来拉拢那阉人。跪下！老夫人，跪下！唐婉是我宋家千娇百宠的娘子，受了委屈让老身等一会儿又能如何？几时轮到你来碎嘴？自己掌嘴！唐婉，别闹了，你也该见好就收。已经成了这个样子，就该顾全大局，别为这点小事就害了景逸的前途。宋唐婉，不过是借用几件你母亲留下的东西，你如今这副鬼样子，那些东西留在你身边有什么用？真不懂事。
女郎，你腿伤还重着，大夫说了折腾不得，你赶紧坐着。可我还没拜见祖母。你都伤成这样，还见什么礼？快坐下。我就知道祖母最疼我。这几日我夜里睡不着，一闭眼就梦到绝山金马。我总以为自己在那林子里毁了容，断了腿。我拼命叫祖母救救我，但没人应我，最后活活冻死。如今您能来看我，我当真是欢喜至极。祖母果然是疼我的。你这孩子，雀山的事都是意外。我若早知道你这么害怕，就算前几日病得下不了床，我也得撑着身子过来接你。不怪祖母，是阿兄。阿兄他不想让我活，他把我扔在林子里，我怎么叫他，他都不肯回头。祖母，我好害怕，阿兄他就这么恨我吗？居然想要我去死！二小姐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雀山的事明明是你自己四处乱走，才差点出了意外。府里的人谁不知道大公子最是疼你？你口口声声说大公子害你，分明是想毁了大公子。要不是二小姐总是欺负大小姐，还任性胡来，大公子怎么会教训她？你给我闭嘴！谁准你这么跟唐婉说话的？唐婉，他说的话难听，可你的确不该这么说你阿兄。所以连祖母也觉得阿兄没错。你说我毁了他，怎么不说他毁了我？你看看我这张脸，看看我。我原以为祖母是真的疼我才来看我，没想到是为了宋景逸。难怪我回京这么久，您从未问过我半句。昨日他遭人弹劾，你就来了。你们是兄妹，景逸是你堂兄，不是？他是宋书瑶的阿兄，不是我的。让宋景逸滚，带着宋书瑶离开宋家，我就回去。唐婉，你疯了！景逸是宋家嫡子，他怎么能离开宋家？我胡闹？难道不是祖母一直跟我开玩笑？你说你疼我，这份疼爱藏着多少算计？你今日来这里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是怕我坏了宋景逸的名声罢了。你怕人知道宋家将一个不要脸的外室女充作庶女，你怕丢了你诰命夫人的脸。你从头到尾都不过是在算计。混账东西！我是你祖母，你怎么敢这么说我？祖母，你知道怎么死才最痛苦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女郎，老夫人，你是想要逼死女郎吗？她好不容易才从雀山活着回来，大公子没害死她，你们还不肯罢休，竟是要活活打死女郎！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！老夫人要打死女郎！杀了他们！少督主，我是朝廷诰命，你若敢伤我，朝中御史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哪只手伤了他？用的右手。宋唐婉本都护着，把人都扔出去。这不是宋老夫人吗？怎么被赶出来了？那我真是丢尽颜面。老夫人，我家女郎险些被大公子害死，好不容易被萧督主救下，才捡回一命。她只求躲得远远的养伤，你们为什么还要找上门来咄咄逼人？她不愿意出面，你们就将她打得吐血昏厥。你们就要为这个外甥女逼死她吗？你胡说！是宋唐婉！你们这种恶毒人家，宋小娘子要是愚孝，怕是早就逼死自己。世人皆说我家督主心狠，可虎毒尚且不食子。你们呢？宋小娘子被这老婆婆打得吐血昏厥，立刻去太医署请人过来。是。督主有令，往后唐府宋家胆敢踏进来半步，往死里打。演得不错。你也可以。擦擦。是他们，我认得年迈这个，是宋国公府老夫人，以前露面时可金贵了。没听说那公子为了个上不得台的位子侍女，险些害死亲堂妹。老夫人，你没事吧？这宋家人还真是不要脸，可不是嘛，跑到人家门口闹事，还想拿孝道压人，听说还把人逼得吐血晕过去，现在得装起可怜来了。不要脸！老夫人！苍兰，宋家的事情处理好了吗？已经处理好了，太医组的人等下就来。宋小娘子真厉害，没想到她的表现居然如此出色。你没见外面那些人，唾沫星子都快将宋国公府给淹了。宋家的老夫人气得晕倒过去。之前我看宋小娘子文静害羞，没想到她竟然这么能干。这下宋家即使不死也要脱层皮。说完了吗？
好的，老大，我这就滚。还不看伤吗？督主，宋小娘使的伤势不太严重，就是脸上稍微挨了一下。阿兄，是我求大夫给我弄的伤，吐血也都是假的。先看伤。宋小娘子这伤看着严重，但好在只是带了些皮肉，等下抹上药，待会儿再用玉龙散，之后只要忌口，便不碍事了。阿兄，你费尽心思挨了一巴掌，总得让人瞧见才行。苍兰已经去请大夫了。关于今天的事情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不是故意吓阿兄的，我只是不想和他们纠缠。他又是我祖母，要是我不用些手段，就会被他用孝道压死。我知道我手段不光彩，可我没别的办法。我不想回宋家。宋唐婉，你可知道本都是如何爬到这个位置的？我是踩着无数人的尸骨才能走到今天。宫里无数人想往上爬，为了权势地位不择手段。你今天做的这点算得了什么？阿兄，本都从来不是怪你施展不光彩的手段，只是那个无可救药的宋家根本不值得你为此发疯般伤害作践你自己。想要对付区区一个宋家，本都手里的阴狠办法多的是，你又何苦如此自损八百？我知道，可我等不及。我知道要对付他们，阿兄有很多法子，也能更加妥善周全。可是我不想再等下去，更不想他们借我之名来诋毁你。唐婉，我知道阿兄会保护我，可我总不能一辈子躲在阿兄的羽翼之下。谁教的甜言蜜语？阿兄喜欢吗？没大没小。好吧，允许你没大没小。阿兄，这是谁下的狠手？忒狠了些，这是想要毁了小娘子的脸。是我家老夫人。什么？居然是宋老夫人！求求太医，我家女郎什么都没有了，求你一定要保住我家女郎的脸。孙太医回来了，怎么瞧着脸色不好？是啊，刚才都主府的人急急忙忙喊你过去，是出了什么事了？还不是宋国公府那位小娘子。宋小娘子才多大年纪，一张脸就被宋家那老夫人打得伤痕累累。我去时，她那婢女险些哭晕过去。真是宋老夫人动的手，这还能有假？那可是他嫡亲的孙女，他怎么下得了手？有什么下不了手的？何况宋小娘子父母早亡。这次萧都主是动了大怒，特意留了话，不准太医署的人去宋家看诊。咦，诸位大人都在呢。外面宋国公府的递了帖子，说他家老太太有恙，想请为太医过府看诊。我好像染了风寒，头晕欲眩，快来人扶着我！这偌大的京城，你跟我说请不到大夫，那太医主没人，满京城的药堂也没人吗？那些大夫都死绝了。小人已经跑遍了整个京城，有人早打了招呼，不准任何人来替宋家看诊。是萧绝，他们怎么能这样？萧绝那阉狗简直欺人太甚，他这是想要逼死祖母。你去干什么？去找他理论。阿兄，你别去！那萧绝手下的黑甲卫杀人不眨眼，你去找他，绝对不会有好结果。还敢杀我？还有什么不敢的？那阉人黑的能说成白的，陛下又宠幸他。你去闯姬云巷，他说不定直接要你的命。外面的人都说老夫人将二小姐打得吐了血，没人说二小姐的不好。唐婉好深的心机，他怎么能这么算计祖母？唐婉，他是想要逼死我们。伯父，不如去求陆家吧。陆哥哥心软，我去求他，他一定会答应的。好，那你去，我和兰儿一起去。阿兄，我害怕。唐宁这么心狠，我真的很害怕。如果唐宁没回来就好了，要是死在群山多好。别怕，不行，母亲绝不能出事，否则丁修3年，一切就全完了。宋唐婉对母亲下这种狠手，萧绝那阉人又是歹毒，
如果查出来兰儿并非二房女儿，小爵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去备车，我要去京兆府。那个老盘婆，她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这么欺负你？真以为你阿娘没了，我们荣家的孩子就无人可依了？王妃娘娘，萧督主早就教训了宋家人了。除了派人去安州调查，我们还可以先去京兆府调取他的身份文牒。对哦，我怎么忘了？外面的人入京若文牒，是不能官府备案婚嫁之事的。我这就去京兆府。阿兄，你为什么让姨母去京兆府？看热闹。前几天成王就去过京兆府，私下拿走了宋淑兰的急书。今天你祖母被抬回去后，宋红也去了京兆府，想要讨要宋淑兰的急书，没想到成王先拿走。所以成王明知道宋淑兰身份有问题，却还瞒着姨母。这世间不是所有事情都讲强理，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表里如一。如果想不通，就多观察。那天他故意的。他就在院子外面，他亲耳听到宋锦衣和陆慈修如何欺负你，却不曾露面。直到察觉春王未必能护你周全，才决定带你走。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试探出春王对姨母是真是假？有，求阿兄教我。教你不难，但戳穿称王之后，你可有想过后果？先别急，等一个人。谁？京兆府的吴怀之。王妃来的不巧啊，大人，您这么骗陈王妃好吗？万一他察觉了怎么办？那我能怎么办？难道要告诉他那些急书几日前就被成王拿走了？你说说，这两口子的事儿自家都没闹明白呢，今儿个宋大人又来了，我能怎么办？他居然骗我！你说这是谁送来的？京兆府的吴大人说这是宋淑兰的身份文牒。阿兄，你怎么知道吴大人送过来？因为他怕死，他知道本都参与其中，既然早晚都要说，还不如递上宋淑兰的身份文牒，帮我挡了麻烦。阿兄的意思是，吴大人一方面想让我们记他一份恩情，另一方面又是想让阿兄替他挡住成王和宋家的问责。这位京兆府的吴大人是想拿阿兄挡刀，还要装被逼无奈吗？谁叫本都恶名昭彰，凶残歹毒呢？这满京城，也就你敢说本都是好人了？才不是，阿兄明明就很好。这满京城，也就你敢说本都是好人。对了，那身份文件你打算怎么用？先留着，等姨母如何处置春王后再说，这样也能趁机知道春王对姨母的感情是真是假。谁说我家女娘不聪慧？府里来客人了。宋红来纠缠，说什么唐宁让萧燕打断了宋老夫人的手，还不准大夫去看，央求我出面替他去一趟太医署。你说这事儿我哪能答应呢？宋家欺负唐宁，宋红还敢来求你，你知道我的性子，如果你敢帮他们，我哪儿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有多在意你，我的人手去查，来回得小半个月呢。我累了，先去休息。好，我记着了。督主，您是不是对宋小娘子太好了些？宋小娘子身上牵扯极多，光是宋国公府就算了，还有陆家。万一陆家因为宋小娘子纠缠上督主，岂不是坏了督主的谋划？而且督主身份隐秘，不宜与人来往过密。万一宋小娘子察觉，本都既然应了他那一声阿兄，自然就得保着他安宁。要是连朵小海棠都保不住，那本都还谈何其他？当年的事，本都心中有数。世家要除，宋唐宁本都也要保。属下明白了。即便宋家先前擅闯积云巷伤人，也不是萧杰殴打朝廷命妇的理由。萧杰仗着陛下恩宠，以黑甲卫威逼朝堂啊！今日他敢胁迫太医署和那些药堂不出诊，来日就敢危及陛下和皇城安危，如此跋扈之行，绝不可纵啊！吵吵嚷嚷的像什么样子？小爵，轮到你来说。本都在自己的府邸中打了擅闯者，何错之有？太医署未曾上告，京中药堂无人鸣冤。黑甲卫昨日一直在枢密局备曾出营，本都倒是好奇，朝中究竟哪位大人跟何御史一样，知道本都威胁了谁？诸位大人若有知情者，大可开口，本都绝不。没有吗？何大人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满朝皆知，除了你，满朝皆无人知。臣只是听闻。来人，把这满嘴妄言、私心过甚之人拉下去，
杖责30，贬为殿中御史。若再有下一次，定不轻赦。陛下，此事皆因宋家而起。既然宋家老夫人倚老卖老，就去其诰命。你父宋国公早已逝世，其内卷诰命本是破例恩赏，可你母亲不知感恩，今日朕要除去她的国夫人之号，念她年迈，居家思过。若再有再犯，定不轻饶。至于宋家子，年纪虽小，心性狠辣，既无识人之明，又家庭失救，那陆侍郎就先别干了，发回去好生修身养性，学会做人再做官。宋怀罚俸3月，以儆效尤。小督主，你好狠的手段！为何非得赶尽杀绝？是唐婉让你这么做的，他怎么能这么歹毒？他是不是忘了他也姓宋？但他若愿意，姓萧也是可以的。今日朝中可有人为难督主？本督几时没被人为难？也是，您往日在朝中可是将人得罪了个遍，如今好不容易瞅着机会，他们怕恨不得能扒下您一层皮。督主，隔壁宋小娘子让人送了吃食过来。还挺甜的。怎么这么多人？这是番薯的谢礼。萧东娘主命奴才在宫中移植了些肤色海棠过来。这么多？多吗？这么大太阳，怎么不去躲躲？阿兄，你怎么这会儿回来了？今日朝中无事，便早些回来了。本都恶名遍野，谄媚于圣前，人人都说本都奸佞弄权朝堂。若是这点小事都要顾及他人的闲言闲语，那这些年岂不是白活了？够了够了，阿兄，你送这么多花木出来，会不会被人说嘴？阿兄，你又逗我。宋老夫人的手废了，你可知道？知道，我还听说她被去了诰命，宋景义被贬，就连宋怀都被罚了。而且昨日还有御史为难阿兄，被杖责了。是他先存了歹意，阿兄护我才遭攻击。我又不是不知好歹之人，你是我阿兄，自然要向着你。别说阿兄没错，就算有错，那也是旁人的错。你倒是帮亲不帮理。可你知道，外间与我恶言者不止1、2人。那又如何？心思阴暗之人向来3、5成群，嫉妒阿兄那些人肯定彼此认识。他们比不过阿兄，就只能私下勾结串联，一起说阿兄坏话。这宋小娘子是蜜罐子成精吧？嘴巴这么甜。真是晦气！喜庆的日子竟然使了这么个东西，只有我留在这儿。哎呦，这么疼！赶紧处理，别坏了大小姐和陆三郎君的喜庆。什么女郎本来还能活上几天，谁让她叨扰了不该叨扰的。萧海棠，我梦到我死了，阿兄杀了好多人。呸呸呸，梦是反的，女郎长命百岁，只是做梦，女郎别怕。我想出去走走。女郎，我们来这儿做什么？这里什么都没有。隔壁就是萧府，女郎想见督主吗？我想看看。算了，是我睡迷糊了。想见本都，怎么不过来？看什么？没什么。阿兄刚才怎么在那里？这么早？习武自然要勤耕不做，否则难以精进。你想见本都，为何不走正门？那是什么？哦，那是给督主调理身子的汤药。很要紧吗？别听他胡诌，早不碍事。阿兄，如果雀山上你没遇见我，有人拿着龙纹佩帽冲我找到你，你会发现吗？这东西是薛姨的遗物，假的就是假的，岂有发现不了的道理？是宋家的事让你不安？宋家现在的处境很不好，也可能会借你来谋算我。我会小心的。我就说你想多了吧，这官服疾书可说得明明白白。
你也是，这种莫须有的事情怎么能胡说？若是叫人知道了，定会落你个污蔑尊长的罪名。这些是姨父派人去查出来的。不是我，还能有谁？怎么，你连本王也不相信？你若是不信，你自己去问话。17年前梧州大旱，你父亲奉旨前往治灾。李氏原是梧州人，与你父亲在那里相识。你父亲因受伤曾失踪近3个月，期间就是被李氏所救，与他朝夕相处。唐婉，我知道你不愿意相信，但宋书瑶的确是你父亲的血脉。我的人还查到他曾当掉一枚玉佩，这玉佩上面的紫凤是你父亲的字，这一下该相信了吧？我自然是相信姨父的，是我多想了。本来就是你多想，听姨父一句劝，这事儿到此为止吧。可我已经跟祖母他们闹成这个样子，我想作罢，他们也不会罢休。不如这样，再过几天就是上巳节了，到时在府里摆一场春日宴，让宋家的人也来。唐婉，你觉得呢？我听姨父的。听说是陈王府亲自送的帖子，而且那位宋小娘子也来了，这是要握手言和了？不言和还能够怎么样？宋家这事儿闹了有一阵子，宋老夫人被摘了告，宋国公府被闹得人仰马翻，那宋小娘子该出的气都出了，终归还是要回宋家的。没瞧见陆家那位也来了，他们可还有婚约呢。陆三郎是京里的香饽饽，既是皇后侄儿，又是陆家嫡子。宋唐婉之前可是百般痴缠，想要嫁进陆家，什么丑事都做了个干净。是啊，听说宋家的事儿皇后都过问了，宋唐婉哪还敢继续闹腾？要不然丢了陆家的婚事，她不得悔得肠子都青了。这好端端的，哪来的一股子酸臭味？怎么着？嫉妒人家能嫁进陆家，你们不行？哼，省省这酸醋味。宋唐婉就算退了婚事，你们和你们府里那些人也嫁不进陆家。姑娘，老爷说了，今日不许打架，瞧瞧那几人涨红了脸，吵架也不行。行行行，知道了。这身衣裙很衬你，唐婉。多谢姨父。外面宾客都已经到了，你倒是陪着唐婉在这里多懒。多少人问我怎不见你，还笑话本王金屋藏娇。宋家和陆家的人都来了，我已经跟宋家那边说好，待会儿席间宋景逸会主动跟唐婉示好。你这边跟唐婉交代妥当了吗？放心吧，唐婉有分寸。姨父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做。这小娘子脸色还是很苍白，看来真的受了大伤了吧？唐婉，唐婉，陆郎君有何指教？你叫我什么？陆郎君身为世家子，当该明白什么叫礼仪规矩，这是你们陆家的教养。宋唐婉，别闹了。陆郎君要是没什么话说，我就先入席了。宋唐婉，陆郎君，请自重。郎君，先回席间吧，好些人瞧着。唐婉之前伤了腿脚，如今伤势还没好全。景逸，还不快扶着你妹妹入座，免得待会儿站久了腿疼。姨母，我想坐在你身旁。过来吧，正好留着位置。少娘，不过是个座位罢了，都在一个厅内，唐婉喜欢挨着我就挨着我。王爷这么急做什么？今日人多吵闹，唐婉想要与我同席，宋大郎子应该没什么意见吧？唐婉喜欢就好。他还没出够气，你看看他把你害成什么样子，我真是给他脸了。思妍，我很愤怒，居然敢让我当众下不了台。今日府中办着春日宴，邀请诸位各府，既是想要与诸位一起贺一贺这上巳佳节，也同样是想要借着今日的热闹，替本王这出了意外的外甥女冲冲晦气。之前唐婉与宋家生了些误会，和他兄长也起了争执，这事甚至还惊动了皇后娘娘问询。景逸，你都这么大的人了，怎能那么大意？唐婉，景逸到底是你兄长，不如就原谅他这一回。这宋郎君往日何等意气风发，如今却丢了官职，遭陛下训斥，如今当众认错，宋小娘子原谅了他吧。是啊，毕竟是兄妹呢，哪来的隔夜仇？身为长兄，我本该庇护幼妹，却因一时之气将她留在雀山，结果害她经马受伤。唐婉，是阿兄的错，阿兄不该将你留在那里。这些时日我时时后悔，
只恨不得能回到那日将自己打上一顿。阿兄知道错了，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一回。你是后悔那日将我扔在巨山，还是后悔我没死在那冰天雪地的荒林里，活着回来让宋家鸡犬不宁？阿兄，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6日前你和宋书瑶夜入世安院做了什么？哦，忘了说，那世安院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院子。唐婉，你说什么？宋唐婉，你别太过分了！如果就是怎么知道，景逸已经跟你认错，也因为你得罪圣前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胡闹也该有个度。怎么，宋郎君不记得了？那要不要我提醒你一下？堂堂宋公子，趁我不在府中，帮着你那外室女的妹妹盗取我父亲遗物，佯作宋书瑶身世信物，想要强将冒充我父亲血脉。宋郎君，入我房中行窃时，可曾想过什么叫君子德行？你帮着那宋书瑶污蔑我父亲身后清明，你可曾有半点记得你还是我兄长？宋景逸，你向来巧舌如何，你难道不跟大家解释一下？宋唐婉，你胡说什么？景逸怎么可能偷你的东西？唐婉，你别胡闹了。是不是胡闹？姨父难道不清楚？姨父，这玉佩当真是你在安州所得？你查过之后告诉我，这玉佩是2人当年定情信物。可是这东西几日前还在唐婉母亲给他的遗物里，到底是王爷骗了我们，还是宋家骗了王爷？宋景逸，你不是告诉本王，这东西是宋书瑶贴身之物？王爷，昭娘，我不知宋家这般无耻，我也是被他们给骗了。明明是王爷说让我们拿一枚二爷的旧物，才能让二小姐信了。你闭嘴！谢天宇，这就是你对唐婉的疼爱？昭娘，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怎么跟宋家勾结，怎么拿着那东西来骗我和唐婉？不是的，我没有，我没骗你，是宋家人污蔑。我的天，宋书瑶居然不是宋家二房的女儿，是大房宋怀的。我就说了，当年宋熙和荣大夫人是出了名的恩爱，怎么会莫名其妙冒出来个外室女？这宋家的人简直是疯了。姨父，你答应替我去查宋初瑶的身世，可你却威逼安州府衙的人伪造宋初瑶籍出，将本是宋怀在外风疗留下的孽种强行嫁祸到我父亲头上，这就是你说的被人污蔑？实是其道的谣言，不可能！兰儿明明是二叔的血脉，我父亲可没他这种好女儿。宋书瑶生母姓许，其外祖因谋害太子被满门抄检，但其女许真却是活了下来。你父亲宋怀藏于偏僻之处，宋怀和许氏曾是青梅竹马，一面和你母亲恩爱生下了你，一面却又和许氏温存缠绵诞下宋书瑶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宋书瑶找上宋家时，宋怀既欣喜心爱之人留有血脉，又惧怕宋书瑶身份被人知道，就只能将念头动到了我父亲身上，既能留下宋书瑶，又不用污他自己官生，反正只是一个死了的弟弟而已，声名狼藉也与他无关。这宋大人的胆子可真够大的，收容逆贼之女不说，还将人塞到二房隐瞒身份，纵其欺辱王帝遗孤，他也是真不怕死。你别胡说，我父亲怎么会与逆贼有关？唐婉，你心胸狭隘，记恨舒瑶，也断不该这么污蔑他，造谣宋家与逆贼有关。你是疯了吗？唐婉，你别胡闹，没证据的事情你怎能瞎说？要证据吗？这些都是王爷威逼他人更改宋书瑶籍出的口供。我听说当年负责清算许家的，好像就是王爷和陆三郎君的祖父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陆家宋家勾结？我可没说这话，还是陆郎君心虚。你们要证据，宋唐婉给了，怎么现在又恼羞成怒不敢认了？王爷，可要将这些给大家看看。唐婉，本王承认，的确改过宋书瑶的籍书，但本王是真不知道她是逆贼之女。我和唐婉用不着这份好心。王爷和宋家的官司你们自己解决，眼下先解决我与宋家的事情。诸位见证，自今日起，我宋唐婉自筹出宋家，从此往后与宋家再无干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唐婉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宋郎君聋了，我宋唐婉自除出府，从此生死荣辱皆与宋家无关。你宋郎君是想说让我别胡闹，还是想说让我懂事些？我不知道。宋景逸，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自以为是。你看看我当时受的伤，还有那个恶心的欺骗。可是景逸到底是你兄长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宋唐婉，
你别忘了，你和陆家有婚约，马上就没了。陆郎君自重。今日招待不周，让诸位看笑话了。眼下府中有事，本王就不留诸位了。只是诸位离开之后，莫要糊涂，与旁人妄言。荣昭，你我夫妻多年，我本不愿如此，但你身为人父，却敢伤了本王。还有宋唐婉，你当成王府是什么地方？想走就走！谢天玉，你敢！昭娘，你现在在气头上，我不与你争辩。但宋国公府的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你这么去了，只会惹了麻烦。先留在府中，我稍后与你解释。王爷，你强留我们几人又有何用？今日之事遮掩不住，那许氏的急书我已经定交了京兆府衙，你就算留着我，也拦不住朝廷问罪。唐婉，你当真要对我如此？你当真要对我如此？你这孽障真是迷了心智了！是你们不给我活路。宋唐婉，本王拦不住外人，但总能拦得住你。成王，你真敢动手吗？王为何不敢？宋唐婉带人擅闯王府，扰得本章家宅不宁，夫妻失和，把宋唐婉和王妃给本王拿下。无耻！一幕，钱姐姐，朝外跑，别回头，走！抓住他们！女郎，快跑！小雪，你放肆！这里是成王府，而不是你萧府。阿兄，夏海棠，过来。唐婉，过来行不行？陆慈夜，你是不是忘了在雀山上宋锦衣有多么心狠歹毒？陆慈夜，你也不遑多让！原谅我们好不好，唐婉？来我这里，我已经变好了。要是那日我死在荒林里，半条命是宋锦衣要的，另外半条命就是你，你有什么资格来原谅我？往后还是换我宋娘子的好，免得让人误会。陆慈夜，我们退婚吧。阿兄，我想赶紧走。好，这里是称王府，而不是你萧府。本都接到密报，称王府有逆党救人。你胡说八道！你胡说八道！宋家不就是？本都接到密报，成王府有逆党救人。忘了告诉姨父，我不仅将许氏和宋怀的事情递交京兆府衙，还给枢密院也递了一份。毕竟许氏是先帝下旨处死的逆犯，我总不好隐瞒。许家是先帝亲旨满门抄斩，收容逆党之女，此等不忠犯上的举动，等同于谋逆，将宋国公府的人带回行司，凡有阻拦者，同罪。萧绝放肆！这是本王府邸，又不是你的枢密院。就是因为是王爷府邸，所以本都才先礼后兵。本都那行司还没进过宗室亲王，成王若是有兴趣，将他也一并带回去审审。毕竟宋国公府收容逆犯血脉伪造文具的事情，成王也有份。去给本都拿人。王爷，我是来府中赴宴的，是你让我来的，王爷救我！萧督主，我不知许氏之事，我父亲定然是冤枉的，紫夜救我！年轻人要识时务，难怪陆家地位多年不可撼动，只可惜了宋锦衣一片真心，对宋唐婉这个妹妹都不及对你真挚。萧绝这个疯狗！钱姐姐，你真的不跟我回积云巷吗？你身上的伤只是一点皮外伤，不碍事。我得赶紧回去了，要不我爹又得跳脚。女娘，奴婢替你包一下伤口。包什么包？走，回去找我爹。
唐婉，陆郎君还有指教？唐婉，你别这样。偏哪呀？我知道你生气，但我真的不知道景逸他们做的那些事情。你我青梅竹马，婚事在即，别与我志气闹了笑话。陆子燕，我发现你能和宋景逸玩到一起，不是没有感理，你和他一样都是听不懂人话。你也知道我们有婚约在身，然而你却百般疼惜宋书瑶，置我于不顾。你只是理所当然的享受着我对你的好，青梅竹马，呸！陆郎君是听不懂人话，走了。郎君，宋小娘子她不过是跟我置气，她不会舍得离开我。陆哥哥，这是我亲手做的香囊，送给你。往后只要陆哥哥带着香囊，就像是唐婉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。伤得可重？只是稍微的小伤。阿兄，宋家这次……你外祖父的义子顾鹤莲送回的证据确凿，许氏身份本都也查清楚了。这个顾鹤莲既然是外祖父的义子，那么他就是我姨母的兄长。但姨母为何从未提起他？他们有仇？有仇倒是不至于，他年近40，一直未娶。顾鹤莲和姨母？之前你姨母派人前往左州送信，顾鹤莲片刻没停，就带人赶去了。他大把银子扔下去，2、3日就查了个透彻。顾家富甲天下，其家才连皇室都垂涎。顾鹤莲性情高傲，不屑朝中之人，可本都派去的人不过提了一举成王妃，他就毫不犹豫选择跟本都合作。所以许氏和宋怀的那些证据，是阿兄给顾鹤莲的。原只是想查宋书瑶的底子，谁想竟有意外收获。我本还担心你和宋家决裂之后，多少会伤及名节。如今宋怀谋逆在下们闹得再大，也不会有人觉得你不孝。只要你不愿，谁都不能叛臣。还是不信本都？不是，阿兄最是厉害了。换一句，夸得毫无新意。本都听惯了好听话，耳朵早就养刁了。回头让人教教你该怎么拍人马屁，下次好能来哄本都。哄不好本都不给饭吃。都主，宋国公府到了。宋唐婉这个小畜生！母亲，你不要再说了。等他回府之后，看我往后怎么收拾那小畜生！大人，大人，混账东西，冒冒失失干什么？你们什么人？放开本官！老爷，你敢动我？陛下若知，陛下如何，本都不知道。不过你大概是活不了了。宋怀身居侍郎之位，却勾结朝臣，徇私舞弊，将宋家之人全数所拿。唐婉，你竟伙同阉人陷害至亲！宋书瑶是伯父的女儿吧？唐婉，你胡说！你们将宋红和许真的孽种塞进二房，充当我父亲血脉，纵容宋树兰欺辱我，污我父亲身后名。这世上无人比你们更歹毒。唐宁，你可不能信口雌黄啊！宋红为了遮掩丑事，甚至威逼京兆府尹吴怀闭口不言。许氏女吉素云，宋大娘子是不是该解释一下？怎么，你母亲见不得人？你母亲原名许真，是前太子旧属许春荣之女，跟宋怀青梅竹马。先帝下旨满门抄斩，宋怀为着旧情，将她唤出赡养成外室，被老夫人发现，想要斩草除根不成，多年后冒出来个女儿。宋书瑶，你可别告诉我，你不知道许真是谁。你胡说八道！什么许真，什么前太子旧臣，我们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宋书瑶的母亲的确姓许，但只是个卑贱极子。我恨他勾引我儿，乱了他德行，才不准他入府，将人撵出了京城，那就跟什么谋逆有关。你祖母说的是真的，唐婉，伯父知道你气愤，可我也是被逼无奈。你父亲已经没了，国公府以后还得靠我和你阿哥。若叫人知道我有这么一段露水情缘，只会误了宋家。唐婉，祖母是无奈才这么做，你闹我恨我都可以，但怎么能这么污蔑宋家？与逆贼牵扯是何等大罪，那是要抄家灭族的，到时你这个宋家人也逃不掉。唐婉，别胡闹了！谁说我是宋家人？刚才我已经当众与宋家断亲，从此往后我和父亲不再是宋家人，你们宋家生死都跟我毫无关系。等去了牢中，看刑司大牢的人能不能信了你口中那套说法。我是门下侍郎的母亲，是朝廷诰命，没有陛下的旨意，萧决你怎么敢让人拿我？宋唐婉，你个孽种，
你个畜生！你和阉人勾结谋害至亲！唐婉，你饶了我！我母亲的事情我不知道的，是父亲，是宋怀和老夫人，是他们逼我。唐婉，你饶了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把他们3人都押走。门下侍郎宋怀勾结逆太子旧臣，私藏逆犯，与其苟且诞下一女，以宋淑兰之名嫁祸宋家2房。今经查实，宋氏藏逆犯罪证确凿，将其逮捕下狱，等候陛下圣裁。唐婉，宫里传信召本官去，宋家那边留了人清点你父母的遗物，若是少了什么，记得摘录下来。好的，阿兄，记得早些回来，我让厨房做好吃的。知道了。陛下恕罪。恕罪？你说的倒是轻巧。你知不知道，就你查封宋家这1个时辰，有多少人进宫来跟朕弹劾你？又有多少人说你削爵豺狼冠陵，仗势横行？微臣知道，陛下会护着微臣。哼，朕砍了你脑袋还差不多。说吧，你怎么想的？宋家之事与春王和陆家有关，春王这些年看似安分，实则却跟世家往来。皇后与4皇子更是仗着身后有陆家，屡屡逼迫陛下。臣查封宋家，无疑是给陆家敲警钟。其实，微臣也是有私心的。微臣护短，好颜面，若不能给宋家一个教训，往后谁人还怕微臣？微臣是陛下手中利刃，若微臣这利刃折了锋芒，不再让人生惧，那陛下还留着微臣有何用？一柄钝刀，谁会在意？你这奴才越发胆子大了，自个儿去领10板子，照你说的去办。国公府爵位也不配留着。至于称王和陆家，盯着点。微臣遵旨。这事儿有点假，再重些。督主，您装的像一点，得让人看出你至少10天半天下不了床。唐婉，阿兄，姨母她有身孕了。有身孕又如何？是后悔不该揭穿宋家事，让你姨母知道称王嘴脸？不是。那你担心什么？你姨母不是3岁稚童，她要什么不要什么，自己都能决定，你无需自责。我不是因为这个自责。那因为什么？姨母想要和称王和离本就不容易，如今有这个孩子，我怕称王那边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之前梦到过姨母死了，一尸两命，如今姨母真的怀了身孕，我想不明白，成王为何会对姨母这般，更不明白姨母与他成婚多年一直不曾有子，为何现在又突然有了？你是觉得他别有所图？阿兄能猜到他为什么吗？本都又不是神仙，哪里什么都知道，但想要查查成王过去的事还是可以的，本都帮你查就是。真的？高兴了。下次想要本都帮你做什么，直接与本都说。阿兄，本都教你的东西，倒先学着对本都用。听到宋小娘子吩咐了，去查成王过往，凡是与他有关的，掘地3尺也挖出来，否则宋小娘子该生气了。阿兄早就知道了，不然呢？那阿兄还故意逗我。本都不得配合一番，下次多跟本都学学，骗人的时候别脸红心慌，稳着些，不然一眼就被人瞧个透底。就像这样，脸太红了，学学本爵，说谎时要淡定些。我去看姨母，阿兄我先走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脸这么红？没什么，走得太急。走这么快做什么？也不怕摔着？快坐下缓缓。冬梅，给你家娘子倒杯水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他可是阿兄，我慌什么？唐婉，姨母，你如今有了身孕，和成王，我会跟他和离，你放心，不会心软的。谢天瑜是谢天瑜，孩子是孩子，就算有孩子，我跟他也再无可能。你娘，这2日的早朝可热闹了，弹劾宋家的，弹劾陆家和成王府的，听说就差直接打起来了呢。你怎么知道？苍兰跟我说的呀。他说好些人都想趁机拉下萧督主，结果陛下只是杖砸了萧督主10棍子，就将事情抹过去了，反倒是宋家他们可惨了。阿兄被杖砸了？苍兰说打了，
说是要给其他那些朝臣交代。阿兄被杖砸了，却一声不说。奴婢听苍兰说，朝中总算有了结果，宋国公府被查抄了，宋家上下都跟着落罪，连国公府的爵位也没了。陛下看在老国公的面上，未曾要他们性命，但宋景一往后也不能入仕了。这叫报应。女郎，陆家来人了。是谁？陆三郎君。他怎么来了？奴婢去将人撵走。不用，把人带去前厅。我和陆家的婚事也该解决了。郎君，我听说昨天宋家的人过来，直接被人挡住了。宋小娘子今日愿意见您，想来先前说的也是气话。我知道郎君心里不爽快，您待会儿见了她，和气些，哄着她消了气就没事了。什么时候？我的事情要你来教。唐婉，陆郎君，唐婉，还在跟陆哥哥生气。我知道那日不该与你知棋，将你留在雀山。先前祖母和慈爷都已经教训过我。前几日在成王府，你还说出那些伤人的话，你不知道我这几日夜里都睡不着。我知道你气我，我们好好说话，陆哥哥与你解释好不好？唐婉，你当真要与陆哥哥说话这么难听？陆郎君，我该换哥哥的那人如今在行司待着。宋唐婉，你该适可而止。宋娘子，先前雀山的事是小人的错，跟郎君无关，是小人一时内急才会出了差错，郎君是真的不知情。您出事后，郎君一直悔恨自责，之后还因为替您说话，被老夫人他们罚了鞭子，您就别与郎君置气了。你受伤了？一点小伤。什么小伤？郎君怕您担心，来时还再三叮嘱不许提。陆哥哥当真伤了？陆家家法严苛，但你是我未婚妻，无论如何我都会护着你。我竟是从来没发现陆哥哥这么在意我。你干什么？当然是替陆哥哥上药。你我未婚夫妻，不用避嫌。青天白日，你胡闹什么？这里到处都是下人，你我还没成婚，怎能如此孟浪？你将来是要当陆家宗父的，你这些年学的规矩都去了哪里？陆慈燕，你是怕我厮混胡闹坏了陆家名声，还是怕你陆家三郎卖惨示弱被人揭穿？唐婉，你胡说什么？宋娘子，你怎么能这么误会郎君？郎君身上有伤是真的，老夫人他们眼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本该留在府里养伤，可就是因为担心你，才强撑着过来看你。是吗？行户哎。女郎，扒了陆慈剑的衣裳，好好看看咱们陆郎君伤的有多重。宋苍婉，你疯了！你疯了！你是不是在干什么？原来你们陆家的家法是这样，陆郎君的伤可当真是重。唐婉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说你怎么将我当成傻子？陆慈燕，我不是非你不可。唐婉，别这样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我青梅竹马。唐婉，你相信我，我从来没有过旁的心思。青梅竹马，定亲多年，我知道你所有喜好，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？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、喝什么，喜欢什么颜色，爱穿怎样的衣裳？你记得我送过你什么礼物？记得我在凌云寺许过什么愿望吗？陆慈燕，我们退婚吧。需要我告诉你，哪一卷是你的？陆家显赫，不缺银钱，想必不会占我这个小女娘的便宜。往日我主动送礼，我就不计较了，全当是为我这些年眼瞎付了药钱。可其他的东西，却是陆郎君府上人从我这里哄过去的，说是把玩几日便一去不还。陆郎君想必不会不认账吧？你居然要跟我算这些身外之物！既是身外物，陆郎君在意什么？宋唐婉，你当我陆家是什么地方？那你就将这些东西一件不少的还回来，少一件就是你们陆家无耻。3日期限，若不能将东西一件不少的还回来，那我就只好上京兆府状告陆家，到时候撕破脸皮，陆郎君不嫌丢人就行。我家阿兄管着枢密院，是陛下耳目，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不平事。护卫们，送陆郎君出去，将陆家的东西也一并送出去。陆郎君，你们陆家既然看不起我家女郎，还请将你们陆家从我家女郎手里哄骗去的东西也还回来。陆家如此显赫，却这么寒碜，连小娘子的东西都不还。走，找几面锣，抬着这箱子，走最热闹的街头，让所有人都知道咱们娘子没占陆家便宜。记清楚了，这东西要亲手交到陆郎君手里，当着陆家所有人的面点清楚。是。积云巷的宋小娘子命人送来了个箱子，说是这些年陆家所赠，让郎君别忘了3日之期。那些人敲锣打鼓吵得厉害，还拿着2卷单子，说是要郎君亲自去接。
在门前一件件清点。郎君，你这个醋血鬼，打哪儿学来的这些本事？做得不错，只是下次别扒衣裳，脏眼。手不疼吗？阿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只是刚才没留意。伤口还好，只结痂的地方有些裂了，上点药止血就好。阿兄，你为什么？我会训你。陆家和宋家不同，他们背后可有皇后。况且这次比上次进步了许多，下次再接再厉，争取让旁人流血，自个儿不受疼。阿兄，哪有你这样教人的？我要是个嚣张跋扈的，你还不得纵得我无法无天？大奸臣教出个小魔王，挺好。混账！那个混账东西，他是讨债鬼不成？那些东西是他自己送进陆家的，如今居然讨要，还这般折辱三郎。是啊，母亲，这宋唐婉太过分了。那些下人居然抬着那箱子招摇过市，满大街的说我们陆家抠门，他简直是疯了。他要是真想嫁进来，怎么会跟我撕破脸？宋唐婉他要退婚，他怎么敢？这婚事是皇后娘娘定的，他怎么敢退？不能退！祖母，那清单是真的？你们真向唐婉讨有了那么多东西？那不是他主动送的。荒谬！那清单上清清楚楚写着哪样是送的，哪样是你们讨要的，你们还想狡辩？把东西拿出来，送去缙云巷。不行，那东西都送给你大姐带去婆家了，怎能拿回来？对啊，三郎，那明明是宋唐婉较劲我们这些长辈。我说了，还回去！我不退婚，但东西必须还回去。还是你们真想让陆家名声扫地，往后在朝中被人嘲笑？祖母，四皇子拿走了多少？紫嫣，这东西还不回去。那些金银摆件也就算了，可是一些荣太术留下来的古籍古碗，却是被四皇子用来拉拢朝中一些老臣，这怎么可能讨要回来？我家娘娘心疼宋小娘子，知道您伤势好些了，又恰逢3日后是六公主生辰，所以特意让奴婢邀您进宫，也好能亲眼瞧您安好，让娘娘安心。我也想见皇后娘娘，可是我身上有伤。娘子别说胡话，有皇后娘娘护着，谁敢笑你？可我不想让人看到我这样子，娘娘心疼我，定舍不得我受委屈，对不对？等我伤好之后，再进宫叩谢娘娘关怀。宋小娘子，奴婢是来替娘娘传旨。原来是懿旨，唐婉自然不敢拒绝，只是我昨日才跟陆慈燕决裂，今日皇后娘娘就召我进宫，我倒不怕丢脸，倒是皇后娘娘怕是会被人误解这一片慈心。放肆！你竟敢揣测污蔑娘娘！我只是以己夺人，毕竟皇后娘娘疼爱我，我也不忍见她声名蒙尘。好，连皇后娘娘旨意都敢违背！冬梅，头好晕。玉郎，您这么和皇后翻脸好吗？你当她今日派人来是做什么的？当真是在关心我？陆家的人动了我从我这里哄骗去的那些东西，或者说那些东西他们还不了，所以他们才不得不请皇后出面来压我。他执意要与陆家翻脸，要陆家和皇后难堪。你说什么？他连皇后旨意都敢违抗，这个小畜简直就是个祸害，他不能留了。眼下只能让他死了，绝不能让皇后娘娘和四皇子声名蒙尘。女郎，你快瞧，这桃花开得真好，奴婢方才瞧了，过2日就能瞧见花海了。昨日督主他们匆忙出了京，苍兰还说给奴婢带花糕呢。人家可是黑甲卫统领，搁你这儿怎么成了跑腿买甜糕的？女郎，这小丫头也到说亲的年纪了。王妃，这簪子倒是别致，以前没见你戴过。阿兄送的，那日阿兄闲着无聊雕出来的，便随手送了我。唐婉，你可知道男子送女子发簪是什么意思？唐婉，她是太监。女郎不好了，女郎，督主受伤了。你说什么？会，唐婉，属下没告诉女郎，是回去取药时无意间被冬梅撞见，属下身上有血，这才没瞒住。别急，无碍。是挺无碍，不过就是差点。闭嘴，滚出去！别听苍兰胡说，只是一时不察被人钻了空子，划破了点皮。真的？真的。那就好。
骗人！义兄还骗！唐婉，你先回去吧，让苍兰进来上药。我可以给义兄上药。不用。可你是我义兄，我不在乎旁人怎么说我，只要义兄不厌我就好。夏海棠，别招我！夏海棠，别招我！阿兄，这般害怕，往后可别随便与人说要陪着他，哪怕本都这个太监也不行，本都会当真的。阿兄，行了，别怕，刚才逗你的，去叫苍兰进来吧。夏海棠，别招我！女郎，您怎么了？从刚才出来就心绪不宁的。没什么。那咱们为什么突然走啊？萧督主不是伤得很严重吗？我听苍兰说，当时好多人围攻他们，他们差点没命，连苍兰也受了伤呢。苍兰可有说是谁伤的他们？苍兰说，虽然没有证据，但很有可能是陆家的死士。陆家？苍兰说，督主之前跟陆家有个案子没结，他们匆忙赶去，突然出了事，抓回来就是为了这个。原本不用这么快回京，可是督主担心明天的3日之夕，又听闻皇后派人过府，怕您会受委屈，所以连夜朝着京里赶，才会在半路被人设伏。苍兰说当时可危险了，萧都督流了好多血，本该就近疗伤，但他一意回京，路上颠簸才会伤势加重，又怕回府里吓着您，才让他偷偷回去取药，结果被奴婢撞着了。女郎，我们回。快让开，金马了！那些个瘪犊子下手可真狠，要不是督主躲得快，好在没伤到要害。督主，您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您和女郎吵架了？没有，没有才怪呢。女郎刚才出去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的。她哭了。可不是，属下瞧她挺难过的样子，连冬梅那小丫头都瞪我好几眼。不是属下说你，都京干什么惹她生气？本都没惹她，是她来招本都。你今日话多。冬梅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快去救女郎！唐婉怎么了？回去的路上遇到有人惊马，我被人撞倒在地上，起来的时候女郎就不见了，奴婢找遍了所有地方都没有找到，女郎肯定是出事了。你是谁？你在干什么？居然醒了！你说我干什么？荒郊野外这么个漂亮小娘子，自然是做让你快活的事情。别害怕，大爷疼你。你逃不掉的！放开我！还敢反抗？唐婉，唐婉，你没事吧？陆慈言，别怕，陆哥哥来了。陆慈言，我怕。别怕，别怕，我带你出去。唐婉，你担心我，不在里面替我遮掩，不遣散下人替我保密，反而将我就这么带出来，让所有人看到我被人侮辱的样子。我没有，我只是一时担心忘记。不是这么没脑子的人，哪怕被你及时救下，可我衣衫凌乱被众人目睹，传扬出去会有什么后果？我阿兄前脚才被人行刺，我后脚就被人掳了，偏偏就你不前不后，刚好赶在我丢了清白之前，带着人来救了我。你让我被人看到遭人辱了清白，再不计前嫌说要迎娶于我，到时候我必然会感恩戴德，对你们陆家死心塌地。陆慈言，你可真够恶心！宋小娘子不是这样的，她怎么会害你？我们是碰巧撞见。碰巧撞见？在哪儿碰巧？所以你们家郎君平日在外行走时，身边就带着这么多下人，还是说你们看见我被人掳走以后，回陆家带了人重新追过来的？唐婉，放我走！
否则今夜就给你们郎君收尸！你敢！我不是从前的宋唐婉，任由你们陆家揉搓。你们若不放我走，大不了我拉着陆子夜一起下地狱！住手！你别伤害郎君！放我走，陆子夜，你也不想没命吧？放他走！给我马！你们不准过来，就在那边。唐婉，你放开我，我放你走好不好？我只是做错了雀山那一次，你就要这般跟我决灭？你别这么绝情！闭嘴！别再说这些恶心话，逼着我要了你的命。宋唐婉，你当真对我没有半点情谊？你往日那么喜欢我，你为什么说变就变？不准侮辱我阿兄！阿兄，他只是个太监，你居然这么护着他？太监又如何？那也比你这无耻之徒好10000倍。他好吗？他不过就是个谄媚圣贤、弄权朝堂的奸佞。你以为他如今权势滔天，殊不知他就是个无根的阉狗。你自诩君子，看不起阉人，殊不知你连阿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。他错就错在他比你们任何人都优秀，比你们这些出身世家却一无是处的伪君子更加耀眼夺目。唐婉，你喜欢上了那个阉人，不是你运气了，是你居然喜欢上了萧绝那个阉贼！你居然喜欢那个阉人！宋唐婉，他是个太监，是个没根的东西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唐婉，我知道你只是一时糊涂，只要你离开他，跟我一起，我们还和以前一样，好不好？如果是半年前说这句话，我会开心至极。你要的只是那个对你百依百顺的宋唐婉，而你现在只是心有不甘罢了。你闭嘴！马呢？你们想要你们郎君去死？马在这儿。你送过来，其他人不准动，站住！把马留在那里，你退后。这荒郊野地的，你跑不远。我让你退后。好好，我退后，你别伤郎君。这样。郎君，你没事吧？郎君受伤了。追！去把宋唐婉追回来！驾！唐婉，你别跑了，你跑不掉的！郎君，不能让他跑了，否则今日之事传出去，陆家就完了。抓住他，再往前就有人护了。老夫人吩咐，不能让他活着。刘海棠！谁让你放箭的？你怎么敢杀了他？郎君，你冷静。萧绝的人找到这边了。郎君，快走！想走？拿下他们！唐婉，小海棠，小海棠。阿兄，我在，别赶我走。三洞岭，那地方那么高，督主他会不会？闭嘴！督主福大命大，绝不会有事。给我找，哪怕把这林子掀了，也要找到督主和宋娘子。找到了，这里有暗器。阿兄，我在。我好难受，陆子言让人毁我清白，他还假装救了我，我才不信他。别怕，他还骂你。阿公教训他。阿兄，你别赶我走。好好好，没赶。阿兄最好了，你别赶我走。你总知道怎么拿捏我。养夫人应该不比养妹妹难吧？怎么回事？都这么晚了，去的人怎么还没回来？王爷别急，兴许下雨耽搁了。陆家的人也是废物，居然连个萧绝都杀不死。只要把宋唐婉骗了出去，到了明日，他声名狼藉，被扔回京城。萧绝虽未死，却已重伤。只要挨到明日，让他声名尽毁，再被扔回京城，他倒要看看他还怎么闹。一个小女娘罢了，不过是仗着萧绝，等被人糟践了，他自己就活不下去，哪还能闹？回家卫来了！夫人，三郎之对宋小娘子怕是余情未了。连你也看出来了。等今夜过后，宋唐婉清白尽毁，萌生狼意，到时候将她弄进来，给她做个妾，再给皇后娘娘想要的东西。老夫人真英明。
好了，老夫人，黑甲卫的人闯进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是三郎君命人掳走宋小娘子于行不轨之事，被萧督主撞破之后谋害，让人抓了个正着。冤枉！皇后娘娘不好了，宫外出事了！黑甲卫的人闯了成王府和陆家，拿了成王府和陆家的人。你说什么？陛下，萧督主拿了成王和陆家人，让他折腾。方才有人去了皇后宫中报信。皇后，朕就知道他和成王有蹊跷，还有陆家。哼！成王府的人和陆家的人已经拿了，成王派人谋害，罪证确凿，但是陆家那边咬死了不认，只说他是去救人，其他人也什么都不知道。不知道，督主，春王妃昨夜受惊，孩子没了，让太医好生医治。昨夜的事情闹得太大，今日督主怕是很多人弹劾，世家那边也会趁机攻榜。本督怕他们。女郎，你醒了。阿兄，别动。还难受吗？阿兄，全都忘了。阿兄，你别赶我走。萧海棠，是你招惹我的。养夫人应该不比养妹妹难吧？我的萧海棠，唐婉，阿兄答应过我，不赶我走的。萧海棠，我此生再也不想当你的阿兄了。阿兄，督主，马车备好了，督主可是现在上朝。阿兄，怕什么？本督是该去上朝了，只不过，谁告诉你，本督是太监？你，好好歇息，我去上朝了。骗子！